现在是在乍浦路桥上。今天我们开启 City Walk 的形式，是骑着我的小车，好久没有骑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不应该叫做 walk 了，应该是一段骑行的这个路线。现在我就是在这个苏州河的北岸，也就是北苏州路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在前边的那个中国邮政博物馆。这里就是四川路了，四川北路，中国邮政博物馆。这里呢，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曾经的邮政总局大楼，是于1924年竣工的，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近代邮政标志建筑。我们进里面看一看。我进到这里面好凉快啊！有很多人在这个视角来拍照，我们转过来看一看，就是通过这个门可以拍到外面的这个东方明珠陆家嘴3件套。调一下这个曝光啊。对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这边还是一个旋转的楼梯。现在好像都是可以直接进来参观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进来。哇，好大！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这种柜台，上面还挂着这个照片。这些都是老照片。这边是包裹收据领取处，这都是一些快递包裹。现在这个柜台还可以保留这个最传统的邮件交际单，可以寄明信片啊、寄信啊、寄快递。这里还有这种胶水。这边就是现在正在营业的柜台，有一些集邮业务，还有邮政业务。中国邮政的这个 IP 的一些文创产品。这个是打印明信片的，然后还有这种邮政的专属印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的参观时间是周3、6日，还有周4，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。进来之后呢，主要是讲一些邮政方面的，包括我们上海古代的这个邮驿，也就是驿站那种，来传递信件。这边还有写着江苏布政使司封。这个地图呢，就是曾经的上海图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是美租界，然后这边是英租界、法租界，这个是上海的县城。这个邮筒上还盘着龙，是这种大清邮政。然后再往前呢，就是民国时期的上海邮政了。我来这边参观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真是很多的，而且还有这种小朋友作为这个讲解员。建筑之一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呈 U 型，两边为克林四柱式古罗马建筑风格，中塔为17世纪巴洛克风格。大家请看，这上面铸有2组雕像，这是金色的那个，金色的是古希腊的2个神，象征着交通和信使情愫之意。这个是从50年代到现在的这个牌子，以前还是繁体的邮电部上海邮局。这个是99年万国邮联大会上上海活动特大签名的一个纪念封。以前上海的叫做东方书报亭，卖报纸啊、杂志，还有一些书刊。北京之前也有的，北京之前我们叫报刊厅，去买那个《北京晚报》，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什么青年文摘啊，然后这种关于音乐方面的当代歌手这些杂志。为什么看到这个邮递员骑自行车，这让我想起了给高考生送喜报、送录取通知书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是从清代，然后到近代，然后还有这种邮政火车。这边是它的一个1层的大堂，然后从这边就可以出去了。那在出口处呢，还有各个国家的这个邮筒，比如英国的、澳洲的，然后这个是美国的，前面还有日本和土耳其的。我觉得这个邮政博物馆的话，如果来上海旅游，有时间的话可以进去好好参观一下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对于集邮爱好者来说，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收藏的精品邮票。今天骑小步出行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基本上大多数的游客就是在这个邮政博物馆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，所以很少有人会沿着苏州河往这边走。那今天的我们的路线呢，就是在北苏州路，沿着这条苏州河，我们一直应该是总体的方向应该是向西，往西走。这个邮政博物馆这个建筑还是非常大的。从江西北路这边我们弯过来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花卉集团，这家花店是非常有名气的，在上海。而且这边现在是这个园艺的研究院，有很多的这个人在小红书发文，都说这家店，这个就是新艺花行，他做鲜花这家店已经好几十年了，他是1988年，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人在这边拍照。这个花店就是在这个街的转角，这里面是禁止拍照的。再往前走就是河南路桥。其实我觉得这2年这个苏州河改造的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，也没有什么臭水的味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，就在这个沿岸也是种满了这个绿化和一些花儿，都是最近这1-2年开始改造的。在我们眼前呢，这栋建筑就是河滨大楼，非常的有名气。河滨大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也是由乌达克进行设计的。
它是在1930年开始动工建设，1935年呢就开始入住了。这栋楼建成的时候就有非常先进的一些设施，包括有9部电梯，还有室内的这些电铃、煤气，还有浴缸、抽水马桶、中央热气装置。整体的这些设备设施还是非常先进的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。还有很多外国人现在也喜欢租住在这边，因为这边的这个景色，包括出行都非常的便利。守着这苏州河，现在这里是河南路桥。本来小白是打算骑车的，然后我发现就是骑车会错过一些景色，就没有办法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走着吧。哦，看到这个墙上的这个图绘有拉小提琴的，忽然想起了前几年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上海总商会，在它的门前有这种 City Walk 的这种团队，他们是音乐爱好者，带着小提琴啊、大提琴还有电子琴就在这边演奏，然后他们会有几个这种历史建筑的活动地点，有很多路过的游客呀或者当地人都在这边听他们的音乐。我印象当中那个夏天他们演奏的是这个菊次郎的夏天。现在这个总商会的这个大门是紧闭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那个建筑，这边的这种红砖墙的这种风格的建筑就是宝格丽的，下面是它的宝格丽的底商，然后上面是公寓还有酒店。我们走到里面可以看一看。那这个就是上海总商会，现在好像是不是被宝格丽所占用了？这栋建筑的风格呢是西方的古典主义风格。有一个人在喂这种小猫咪。哇，这个好像是可以过去的，应该是从那边绕过来。那经过上海总商会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道路就不一样了。这里就是属于静安苏河湾。我们可以看到地面，它这个特别重要的这种历史建筑，它都会有一个像印章似的这个涂在上面。左边呢，这个就是骑行路，这边应该是跑步的一个塑胶的一个跑道，然后还可以选择在左边苏州河的沿岸，可以在那边走。那这边呢，这个就是步行道。小白就特别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来这边溜达，然后往前走呢，就可以走到苏河湾那边有个商场。哎，刚刚我们这个，所以上海的这个方向是很神奇的，因为苏州河是弯的嘛，我们从这边划过了一个弧度。刚刚本来这个陆家嘴以为是在这边的，现在已经转到了这边。换个角度，刚刚在苏州
和沿岸那边，因为没有树荫，还是有点热的，所以小白还是走在这边吧。这边凉快一点，不过今天的温度还是可以的，大概的话是在32、3度左右。这个岸边的座椅人也不是很多，基本上走下来，如果想休息的话都有位置。左前方那栋建筑呢，就是南京路上那个世贸。哎，这里面就有一个漫步苏河湾，它会把一些建筑，包括景点都标出来。看到我们前边就可以到这个苏河湾万象天地了。这边就是山西路桥了。我们不从下面走，然后选择翻一下这座桥。太阳有点大，好晒啊！这座桥是不通车的。就是苏州河沿岸的这些绿化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这种层次。高低的错落有致的，而且他们这边还会定期的更换。我走在这个慢跑这个道上，好想跑2步。哎，天气确实不错，蓝天白云。在这个墙上还有这种涂鸦，包括把刚刚那个上海总商会啊，然后还有这些桥啊，这是福建路桥，还有吴昌硕的故居，这个是慎于里，也就是现在苏河湾万象城所在的那边，浙江路桥，都是这个沿岸的一些旧址或者历史建筑。那么再往前走呢，就可以到四行仓库，还有福新面粉厂的旧址。我看到这几个字叫做科技京城，仿佛是在北京。这座桥呢叫做福建路桥，又名老闸桥，是上海市境内一条连接黄浦区与静安区的过河通道。1946年建成的。墙上这些绿植应该都是真的。这座桥比较有特点的，应该就是浙江路桥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亲水平台。我们可以看到苏州河旅游的话，还有一个类似于巨富场或者是恒富风貌区的那边的这种一个 logo。这个园林工作者还在浇树浇花，还是很辛苦的。这里面就刚刚那个亲水平台一个小广场，那么这边呢，它叫做新联新驿站。这个驿站呢，就是提供一些饮用水啊，包括卫生间、休息室。左边呢，这个是一个苏河湾绿地的党群服务站。哦，也还有喝咖啡的地方，然后它是24小时开放的。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休息室，然后 WiFi、直饮水、雨伞、充电、急救箱、公益咖啡。这里就是一片绿色的露营地，这应该是这个咖啡店他们的一个场地。
那么如果进入这个区域呢，就是属于苏河湾万象天地了，也是华润的。这个商场是这种半户外式的，还是比较好逛的。哇，这是 Lotus 莲花这个车的一个展。这个下面就是万象天地了。它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商场。这个艺术装置应该是一个小象，这个大长鼻子。哦，下边还有一个小象。那么这片草地区域呢，我记得应该是这些狗狗呀来活动的一个区域。那这边还可以看到这个毛孩子家长请看过来，它是一个养犬的一个条例，还有宠物这个便便的一个收集袋，这个袋子还有狗爪子，还是蛮细节的做的这个。然后这边就可以望到陆家嘴的三件套。这里面就是肾盂里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牌子，它是建于1932年，原先是清朝名臣邓世昌之母的肾盂里公馆，后来居住过无数的这个著名实业家和艺术家，是上海最具规模、最具海派风情、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石库门的建筑群之一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建筑应该都是后来拆了重建的，现在是作为华润它的一个商业。这个区域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档的餐厅吧。这个休息座椅是带无线充电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诶，充上了，看来还是好用的，没有荒废。在这个平台这边还有介绍一些鸟的一些种类。旁边呢还有一个望远镜，我还以为这个望远镜是收费的呢，然后我发现竟然可以用。这座桥就是浙江路桥。之前有一个老的名字，很搞笑的，它叫做垃圾桥。为什么叫垃圾桥呢？是因为桥建在一个堆放垃圾的码头旁边。它是光绪6年，也就是1880年建成的。它最早是一个步行木桥，后来改成了这种鱼腹式的剪枝梁钢行架的桥梁。在清光绪34年，也就是1908年，这个桥上就铺了单轨，通了有轨电车。所以当年可以想象上海是有多么的发达。现在随着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基建啊，包括科技的发展进步，很多的大城市基本上都已经赶上来了。好，那过个马路呢，就可以看到这边还确实有一个关于浙江路桥的一个介绍。它是始建于1908年，这个始建于1908年应该是说的是这个钢桥了，不是以前的那个木桥。而且这边关于这座桥的这个绿化，里面还有一个鱼腹式的
这种钢梁的行架，作为一个桥梁的标志。那这边有一个指示牌，然后写着去地铁站怎么走。再往前走呢，我们就可以到四行仓库，还有一个机关历史纪念馆。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往前走是吴昌硕的故居。感觉东方明珠那边好像是被乌云笼罩着。经过浙江路桥，这个旁边有很多的咖啡店，可以休息的地方，非常的 chill。坐在这边喝个咖啡，喝点小酒。这个路段好像 City Walk 的人就比较多了，因为前面就是到四行仓库那边了嘛。这个路口就是北苏州路和甘肃路的这个路口。我记得我最开始来上海的时候很搞笑的，我以为这个就是四行仓库。其实现在这里面好像是个工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以前是干什么的？还是下去走吧。这栋建筑呢，就是中国实业银行仓库的一个旧址，是建于1932年，由通和洋行设计。立面非常的简洁。现在这种建筑呢，应该是作为一些画展一个艺术中心吧。JK1933原来的中国银行仓库，是由我们国家的第一代建筑师陆谦寿、吴景祺设计的。在这个 JK1933下面呢，还有一个书店、咖啡店，旁边还有一个街道的社区食堂。这个红色砖的这个建筑旁边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些餐厅。从我身后的西藏路桥到前面这个浙江路桥，这段苏州河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弧线。这个犀牛书店是淘旧书的，但是今天好像没有营业。坐下来喝一杯咖啡。哇，前边好多人呀！过了这个桥就是四行仓库了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是暑期了，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啊都来了。然后我们往前走看一看，我估计预约的话，会不会要提前预约啊？如果是人很多的话，我们就不进到四行仓库里了，因为我估计进去的话也不太好，这种拍视频什么的。我们可以就先去那个墙那边打个卡拍个照。上海大陆银行仓库，果然有游客的地方就相对来说脏一点。这地上看到了好几个烟头，哇，这边这地上全是烟头。其实作为游客，我们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，我觉得。哇，这边我以前经过这边从来没有这么脏乱差过，太可怕了。
哦，它是免费开放的，实行免预约入馆，不用预约的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停止进馆的时间，就是16点。那么现在我们好像现在是16点20分了，所以今天已经闭馆了，应该。是不是还能进去啊？从这里面进去才是这个四行仓库的纪念馆。那么从这边上楼呢，就是去它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店。好了，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有点紧张，所以没有能够进去四行仓库纪念馆。大家如果来的话，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吧，因为如果真的去里面拍视频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也不太方便，或者是找时间，没有这个暑期的时候人少一点，小白可以去里面好好的为大家拍一拍，然后看看讲解来怎么介绍这个关于四行仓库当年的历史。对，就是我们从这边转过去，到这个墙这边看一看，全是带着小孩的。走到这个前面，还是觉得蛮震撼的。或者是看过那个800的电影之后，还是心里挺感慨的吧。想象一下当年的那种惨烈的场景。前面这个是四行仓库西墙的一个简介，还有导游为大家介绍。激战了4天4夜。他们一共是有这个400多个蛋。这边还有很多游客来这个放了很多酒、烟、饮料、食品，还有鲜花，来缅怀这些当年牺牲的烈士。看看人还是很多的。今天的天蓝天白云，愿世界和平吧。四行仓库旁边呢，这里边有一个餐厅，也是一种优秀的历史建筑，是建于1910年。这个就是影像艺术中心。这个影像艺术中心呢，是来自瑞典的，是一个集展览活动、音乐派对和沙龙主题讲座、餐饮咖啡的一个立体空间。哇！这里边还卖一些商品。这里面是一个餐厅，这边还卖一些包包还有杯子。这个包这个品牌就是用环保材料做的那个。这些都是上海风格的这种冰箱贴，这个是我爱吃的这个冰砖，非常的好吃，我觉得。经过了这个艺术中心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码头，
这里就是游览苏州河的这个游船的其中一个码头，在北外滩那边，外滩园有一个码头，然后死亡仓库这边有一个码头，这个就是游船。找机会我们可以来游览一遍，游览个苏州河，然后拍一期视频给大家做参考。这个云彩正好把太阳给遮挡。我们看到有没有这种丁达尔效应？刚刚可以看到这个远处有一束光，这种慢慢的散射下来。刚刚我们经过了乌镇路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在那个厚厚的云层后面。刚刚拍了一段这个延时摄影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拍到刚才那个非常神奇的一瞬间。那么前面呢，就是前往我们今天苏州河 City Walk 的最后一个地方，就是原来的福新面粉厂。说话间，这个太阳又进到云层后面了。这边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些住宅，这里是福新花园。很多人在这边跑步。这个建筑就是福新面粉一厂旧址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。它也是由通和洋行设计的，1912年建成的，是一种清水青红砖外墙。在这栋建筑的外墙上还写着福新面粉公司。现在这个是不对外开放的。不光这栋建筑有对自己的一个介绍，在它旁边这个苏州河这个岸边，还列着这种铜牌，对建筑有一个解读和介绍。而且非常细节的是，这个是盲文哎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跟小白这一路的 City Walk。其实苏州河沿岸真的有非常不错的这种风景，还有历史建筑，非常值得大家来休闲的走一走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